欢迎各位观众来到慧命书院。今天呢，我是今天主持人林静。今天很高兴呢，又邀请到了这个郑老师、郑教授呢，来为大家分享很多的这关于灵修相关的议题哈。那今天的议题是什么呢？要探讨是有关于人鬼妖的议题。这个议题呢，非常的大家比较常见的议题哈。那老师想要请教一下，就像现在有个游戏叫阴阳师，老师应该有听过啊。这个游戏呢，现在很火。那这个游戏呢，里面有谈论到很多的这个跟鬼有关的、跟妖有关的，但是他们把这些鬼啊、妖啊都变得比较漂亮，好美女啊，好，然后可以去经营他们、养他们。那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吗？这个阴阳师其实它是受到日本的这个鬼神文化的影响。对。日本这几年来他们的卡通电影他们的鬼跟神都很年轻化，而且都很英俊潇洒，也很漂亮。这个是日本比较新的这种鬼神文化。那我们要先来回到灵性的问题来讲。活着我们人有灵嘛，对，人灵嘛。那不是用人灵的方式的存在，它一种精神的存在，那么就是鬼啊。但是万物也有灵啊。是。那万物如果从灵性的方式存在，那就是妖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人鬼妖同界的或者同机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有人有鬼有妖那我们怎么样把有形世界跟无形世界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了各个宗教丰富浪漫想象的神话当然很多的民族也有他们各自跟这种灵体世界有关的这种神话，而发展出各种灵体的世界。那灵体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过去我们在想鬼的时候对，那个鬼长相都很可怕，没错。然后那个鬼都很险恶，甚至我们都很害怕鬼，没错。因为其实是我们害怕厉鬼，我们害怕厉鬼作祟，所以那个鬼故事尤其很多的鬼故事、鬼电影，哇，那一讲那鬼作怪的鬼，就使让大家心里都怕怕了，没错。那这个还是来自于人生活的想象的空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鬼也想象的很好玩、很可爱，对，很美好，而且很美好，而且跟我们人的世界也可以完全衔接在一起？对，那这个就提供了我们新的创意，没错。所以我们在讲文创，对不对？那这个文创其实就含藏的，我们回到灵体世界里，我们也可以让灵体世界有更多的人性的光辉。所以我们要回到人的世界外，我们怎么样去跟自然的妖的世界或者鬼的世界，还有神的世界，可以和平共处。那这也是就是最近几部电影所比较着重在这方面的所发展出来的故事。没错，像是刚刚老师提到的电影的部分，像是《与神同行》这个电影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爆。像里面有提到像什么阎罗王这些东西，他们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吗？好，这个我们就要讲，这个也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传承对所以不是我爱掉书袋，而是每一个故事或者每一个情节背后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历史发展背景。是。而这些要把它讲完，当然需要有一些背景的一个疏通对。比如说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天堂地狱那天堂地狱本来是佛教的，到了中国以后就变成了大家共同的这个信仰的对象。对。也就是我们希望上天堂，不要下地狱。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天堂，什么样的人会下地狱呢？就后来就发展成地狱审判当然我们有一个说法，18层地狱。那18层地狱呢，就是说为恶的人可能就要下18层地狱。那这个是在佛经里面比较原始的说法。对。到了中国以后，就发展出十殿阎王。那十殿阎王呢，就跟我们七七就是七七斋就做七头七到尾七49天，然后再加百日对年还有3年，总共有10个节日。这10个节日呢，就有十殿阎王来管理。那这个十殿阎王呢，
应该是比较属于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啦。不过当然也有佛经，在唐代也有佛经在描述这个十殿阎王所以十殿阎王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种文化传承。为什么会有十殿阎王之说呢？那这个就来自于我们善恶报应人刚死的时候，佛教认为7天一个循环，也就是说每7天我们的灵性就开始消退，所以你刚死的时候那个头七，就是第一次的审判，那一般来讲我们就第一殿，就是头七的时候会有第一殿的审判，那第一殿审判就是先从你的生前的善恶，如果你生前善的多恶的少，而且善能够把恶都补过了，那你在第一殿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升天了，你就不需要有第二殿的审判，所以很多人，其实应该这么讲啦，有的人不需要经过第一审判，有的一死就升天了，为什么一死就升天了？因为他原本就是善德圆满嘛，所以死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有神明来接他回天。佛教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净土的方式。你生前念佛，那阿弥陀佛趁他的愿，就把你接到阿弥陀佛去了，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这个也是佛教净土的概念。那这个也影响到道教，也有很多神明的净土。那你在世修哪个神明，你死了以后那个神明也把你接回他的净土去了。没错，那这个都是不用审判的人。那不用审判的人叫做善根的人。就是他根气很深，而且他修行很足。那如果你不是修行很足，或者你还依旧有善恶的各种对应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回到地狱来审判。当然，如果善的多，恶的少，那你第一殿的时候你就可以升天去了。如果还有问题，那你就可能到第二殿去审判。对，第二殿审判以后，也发现你善多恶少，恶可以在第二殿就把你弥补了。那第二殿的时候，你也可以升上天去了。那再以此类推，到第三殿、第4殿、第5殿、第6殿、第7殿。如果到了第7殿，我们为什么在做七要这个功德圆满？就是到了第7殿的时候，最好就能功德圆满。如果你在世不足的话，我可以透过各种宗教法事，这个宗教法事呢，在佛教、道教呢，就叫做做功德，就给你做一点功德，把你补过然后让你在最后期也可以上天了。但是如果你恶再长一点，那可能你就要接受第8殿、第9殿、第10殿的审判那这个本来是中国一个很应该也是跟善恶报应有关的一种欠善的一种故事，或者一种欠善的一种想法，希望的就是把你就是透过这种宗教的因缘，希望还是你回天，不要到地狱去审判。而在地狱审判的时候，那些审判的过程中各种刑气都出来了，或者你可能会遭受到各种的处罚，那真的是非常凶险的。明白。好，那么这个本来是中国很好的这个民间故事结果是韩国也是受到中国文化期，其实它应该是中国文化期的一部分。在韩国在清代的时候，其实完全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这种坐期的文化，还有这种地狱的文化，其实他们也就变成韩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韩国他们也把它变成，就是他们去争取世界文化遗产。比如说他们把端午节、中秋节变成韩国节日，要去申请遗产。他们也把孔子、儒教变成他们的遗产，要去申请。那当然，他们也可能会把这个阎罗王的这种十殿阎王的故事，也变成他们的文化遗产也要去申请这个无形文化遗产，或者我们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错。那这样子，我们的好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不过这也是我们要去反省的啦。
我们有这么好的素材，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的应用？而韩国人可以一拍再拍，而把这样的一个阎王的故事变成一个现代风行，而且让大家能够对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更深刻的领悟。而这个深刻的领悟的背后，也可能用现代的科技，还是传达的那个善恶报应的观念跟思想。对所以我们看到了电影里面的那些很丰富的各式各样的情节。对，但是那个情节的背后，还是要回到人性善恶的审思，透过这样的一个审思来理解我们死后的归宿，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没错，那像是老师想请教一下，像鬼跟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大部分应该都不太会去分辨，就是妖怪跟鬼怪是一样的吗？应该是这样。妖是属于自然妖，那就是说没有自然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自然神，一种是自然妖。如果是完全纯善的，那它就成神了，就是我们讲的天神地子那天神就是像日月神天地神这些都是属于神。但是也有一些动物或者自然物，它并不是完全达到那个纯善的，这个纯善的境界，那可能还有一些恶，或者它会流到人间来作怪。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狐狸妖或者讲狐狸精当然我们讲狐狸精好像就有一点贬义。对，其实狐狸精好好的对不对？它是有一种精怪的生命能量，它只要不到人间来作怪，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所以日本人他们还保留了很多这种精怪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很流行的什么库斯拉，还有摩斯拉那库斯拉当然它是跟恐龙有关的，可能会比较可怕一点。但是摩斯拉是一种介于善恶之间，甚至可能还是善的。日本人很喜欢拍这个摩斯拉的电影。过一阵子他就会拍摩斯拉的电影，然后摩斯拉反而当地球有难的时候，反而这些善的精灵会挺身而出来解救地球，来帮助人类那这种摩斯拉的故事，虽然它也有点精怪的意思，但是它也有着跟人类共存亡来解救地球的意义。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精怪小说里面也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西游记》，孙悟空是吧？对，他可以帮助唐三藏去取经，是吧？所以猪八戒这些都是精怪没错。但是这些精怪，也是善的没错。甚至他也可以成为神所以古老的很多精怪的传说久了以后，我们发现它善的因素多，恶的因素少，它反而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所以台湾对这种妖的崇拜也是蛮流行的比如说像石头公龙树公这一类都是属于自然妖的部分。但是在台湾都被奉视为神，也都被视为神来加以崇拜。所以妖没有那么多可怕。那日本很多的电影还有漫画、卡通，他们很多这一类的题材这一类的题材里面来显示的人跟鬼跟妖也都可以同机共存，甚至我们也可以在人性的善威下发挥的人鬼妖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平衡。没错。那像是这个《神隐少女》这个卡通电影宫崎骏的电影，他一开始没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父母亲在他不小心误闯了这个神明的禁区，对不对？然后后来爸爸妈妈变成猪那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如果我们真的误闯到这种神的禁区的话，真的会被受到惩罚吗？日本这一类的，因为日本对妖非常重视，所以这一类的电影或者是漫画、卡通特别多对。那我再讲另外一个电影叫《镰仓物语》《镰仓物语》。那《镰仓物语》它是以镰仓为背景来说明古代人妖鬼可以并存，甚至彼此之间还有很多的这种相互往来可能，还有人还可以透过某些灵性还可以下地狱去救人，还有灵性可以回到人间来我想像《镰仓物语》这样的电影
反映的日本人鬼妖共存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观。那这个生命观里面，当然也影响到很多这个卡通家他们在故事的浪漫的构思中，也以这一类为主。像宫崎骏的这个卡通里面，就有很多大量的人鬼妖互相变化的现象。当然人转化成动物，或者可以人转化为鬼，或者人转化为神，甚至人鬼神可以为共同的目的来共同的努力那这些也就成为这些创作者他们浪漫的想象。好，这些浪漫想象的背后要说明什么？说明生命是不朽的，生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还有，我们可以理解到，人鬼妖都有一个后面都有一个抽象浪漫的一个世界。那么人也可以变成一种精神体，而人变成一种精神体，也可以进入到鬼妖的世界里去。好，这些都是人浪漫的想象这些浪漫的想象，当然你不要去追问真的假的，因为真假不重要，要去追问的是，透过这些浪漫的想象，我们怎么样去深刻的领悟生命？而且在这些浪漫的想象中，我们生命可以相互连结。而且在连结的过程中，我们更加的去领悟生命的重要性，而更加的去珍惜生命，成就生命，而且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朝向终极所以有人问我说宗教是什么？我给他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人朝向终极的转换过程先说明什么叫做终极终极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有提到，终极就是最高的生命形态。那佛教讲成佛，道教成仙，都是终极的生命形态。那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是朝向于佛，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是朝向于仙，那么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朝向于圣贤。那都是一种生命形态的终极的一种存在。好，那么最后就是转换过程。什么是转换过程呢？转换过程就是我们要去转换，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修行了。对，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呢？修行就是一种转换。怎么样的转换？其实很简单，弃恶向善，止恶向善。任何的修行都要去断除我们的恶根，朝向任何的善根。好，这些电影它最终的目的也都是要宣扬这样的一种善恶的一种情节，然后让我们懂得选择，让我们做出最好的这个归宿的选择。明白。那老师有好奇一些问题想问了，因为今天探讨的是人鬼妖的议题嘛那像鬼跟妖，他们有办法做善事，然后真的也成仙吗？还是他们就是一直都是会鬼，一直都是妖呢？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不只是日本，他们很多有关妖的故事他们叫做话语，所以有人根据这些话语去编写故事然后演电影对，然后种种。那中国也是一样。其实中国有一部跟妖很有关的古书，那就《聊斋》。好，《聊斋志异》《聊斋》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妖，当然有些妖可能很可怕像虎妖因为老虎会吃人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可能有些妖是因为它有一些比较险恶的做坏事因素而且它很恐怖我们很害怕这些妖来作祟。对。那这个是我们害怕的所以有些妖是很恐怖的形象。是。但是在《聊斋》里面，我们有些妖其实是很可爱的，是好的。所以在《聊斋》故事里面，第一个有人妖婚，人可以跟妖结婚，还有当然也有人鬼婚，还有人神婚那这些比较表现在六朝有志怪小说里面，就有很多大量的这一类的故事。人跟神结婚，这当然好像很浪漫，对不对？人跟鬼结婚是浪漫还是很可怕如果人妖婚呢？而这个妖如果是狐狸精呢？所以其实狐狸精它只要不作祟、不害人，狐狸精有什么不好？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谈到狐狸精
尤其很多女性就很讨厌，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婚变嘛，是不是？现在很多婚外情其实真正的婚外情要怪的应该是他自己本身心性不好嘛，是不是？你怎么可以去怪女人或者是怪狐狸呢？是不是？是。怪的是你自己有没有道德的羞耻？是你自己是不是对于两性的问题，你没有真切的去领悟跟体验，而你掉落在两性里面的窠臼里面，那这种婚外情才是可怕的。没错。那老师想请教，像刚刚有提到自然妖的部分，那大自然是不是真的有所谓自然妖的地盘？然后那要怎么样去辨别呢？这个在日本游戏里面就很多像《幽游白书》里面就有人要去号召各种妖各种鬼来进行一场决斗或者一场经历，对这一类的其实不只是日本国外也有是不是？类似这种到哪种梦境奇异是然后动员的各种妖鬼是不是？那在中国也有的，其实最著名的就《西游记》对，是不是？三藏号召了一堆妖，然后在取经的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妖魔鬼怪的挑战各种妖魔鬼怪都有地盘对三藏经过这些地盘，他就要去接受这种磨练对这就是佛教讲的81难所以故事的情节就建立在这个81难上。那么同样的，人一生，你活到81岁好了，每一年是不是都也有关卡要你去度过？是。那小孩有小孩的关卡，成人有成人的关卡，老人也有老人的关卡，是不是？其实人活到老，其实磨练到老磨练到老就要懂得学习到老，所以任何的学习都不会太晚只要你意识到生命是需要突破的，而这个突破就必须要透过学习。那修行呢，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学习过程，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生命要不断的自我提升、自我转换。所以宗教其实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朝向终极的转换过程。没错，今天听到了很多这个郑老师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分享，还有关于这个人鬼妖还有一些目前现在的电影最新流行的一些卡通还有韩国的一些文化日本的这些人鬼妖的文化给我们一个很深度的一个剖析，非常多的这个受惠。那也很感谢观众们的聆听。那希望各位观众呢再继续的收看下一集的这个节目。谢谢各位观众的收听，谢谢。